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俄亥俄州特利多教会的生活日志。今天要和您分享的题目叫从密云到青天。还记得今年年初的第一个主日聚会，全教会都被以斯拉带领以色列人回耶路撒冷的心愿和行动所冲击。我也默默向主许愿，渴望在新的一年里认识话中的基督，并被主的话构成，能够供应和喂养神的儿女。一转眼2024年已经接近尾声。遗憾的是，回顾已过的这一年，天天忙忙碌碌，甚至都没有时间回想自己经历了什么。而最近的一场重病，让我不得不停下来重新审视这一年。一连好几天我都高烧不退，咳嗽不止，后来才知道我得的是肺炎。病得最重的那天晚上，体温超过了摄氏40度，凌晨3点还一直咳嗽，头疼得厉害，无法入睡，心跳已经超过每分钟130次了。一个念头在我脑海中闪过，也许我快死了，撑不到天亮了。然后我闭上眼睛，就对主说：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拯救我。从小到大的种种就一幕幕出现在我的脑海里，从我的出生，父母对我的养育，到我求学、出国，进入教会生活，再到后来的结婚生子，我仿佛与主一起观看了我的一生。若不是神的恩典和丰厚的怜悯保守我在教会生活中，我早就在罪恶堕落的世界中沉沦了。不仅如此，主还为我预备了许多一同成长的手足，如同劝诫的父亲、乳养的母亲，围绕在我的身边。我却仍然坚持活在自己里面，老觉得被人错待，等着主为我平反。就像出埃及记里的以色列人，虽然经历了主一切的供应和带领，他们还是无知、悖逆，不认识自己，也不认识神。当摩西在山上享受荣耀的神，以色列人却在山脚下听见的是雷轰，看见的是密云。他们所维护的己以及对肉体的坚持，成了笼罩他们的密云，遮蔽了他们属灵的视线，使他们看不见主亲密的同在，也听不见主柔细低微的声音。这不就是我吗？不知不觉中，我睡着了。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，我浑身是汗，烧已经退了，头痛也消失了。我还活着，我清醒了。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清爽。我看清自己就是弟兄姊妹常说的那个复杂而自私的小女人。这些年来莫须有的挣扎和想要变得属灵的努力，都是让我眼瞎的密云。在病中，我经历主是将我从母腹就分别出来的神，他带领我走出埃及，经过了旷野，进入了美地。他把我安置在教会生活中，为着建造他的居所。同样的神，同样的应许，不同的是，这一次不是在密云里，而是在我清晰的灵里，与摩西一同上到山上，重新认识了我的主，看见了我人生的意义。主啊，谢谢你不放弃的爱和怜悯，让这个被我所荒废的乌云密布的年，
结束于这个清明的天。我将自己和我的家再奉献给你。在要来的一年里，我与你之间不再有密云，而是你清明的天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希望您能从今天的信息中得到亮光和启示。你的点赞、留言、分享、转发是我们持续制作的动力。我们的网址是 thechurchintoledo.org。期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。